来到 Miki 的频道。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台北的同安街面线羹。这间的话呢，我排队大概排了20几分钟，快半小时了。那我在边排队就边在看网络的评价然后就觉得有点担心，因为有网友说它很甜，然后也有人说它不值得排队。好不容易吃到了，那实际吃的感觉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甜啦，就不是台湾那种。台南那种我真的很怕台南甜它幸好这间的话稍微微甜的感觉，那它吃起来的部分有点那种羹汤的感，羹汤感可以吃到沙茶、木耳、笋丝，那还有一些细微的醋味。那它是大肠跟小肠都有，然后还有肉羹，还有贡丸，带有一些胡椒味的贡丸。面线的部分是手工面线，那吃起来是还蛮不错的，不讨厌。然后我也点了它的臭豆腐，它的臭豆腐的部分偏油，那带有一些虾味，不过我觉得蛮赞的，我觉得是好吃，值得一吃。整体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如果不要这么多人排队的话，有经过就可以吃一下的这种店。下面进入了杂谈的时间，我感觉台北人还蛮用心在做自己的小生意的，相较之下，我所认识的台中的朋友，比较会为自己而活的感觉，而且我就蛮常看到一些文创小店啊，或者是小小的蛋糕店啊、咖啡店这种。我这次在台北就到处晃，到处乱晃，然后就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我在这间面线店排队的时候，这值得想一下。我的后面就有一对情侣，我觉得有点没礼貌说不定他们不是台北人，因为我觉得台北人绝大多数都是对排队的先后顺序这种文化还蛮重视的。那比如说我在夜市买东西啊，或者是我去大街，很自然而然的排队，然后有先后顺序的深刻感受。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一种潜规矩啦，潜规则一种集体共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台北人都很有礼貌，叫文明人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台中人就稍微比较粗鲁一点，比较随性啦，那稍微比较吵一点，还有一些自我中心，就 me it's all about me 那种感觉。总之那时候我就在排队嘛，那我就听到后面男生就叫女生先去找位置坐，然后他就说：“你先去找位置坐啦，没关系，我来帮你排队就好了。”听起来好像很体贴，可是明明现场根本就位置不太够，然后他们还没点餐女生就跑去占一张桌子结果前面点完餐的人反而没位置可以坐。不过我看老板真的太忙了，因为他们只有2个人，一个阿姨，一个阿弟亚，那他们看起来都很累的感觉，他们没有空，没有时间去管理客人的动线啦，所以就只能任由他们这样自己去抢位置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素养的问题就是在文化上在礼节方面稍微的知识。说到台北人，我就觉得台北人蛮多都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理想抱负的感觉。当然人口可能比较多，所以就刚好我看到比较多，就很多人去做一些个人小店然后有一些文创小摊贩看到他们在努力的经营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会反过来思考就是觉得说这样他们真的能赚钱吗？都没客人一个大问号在这边。而且租金也是未知数我台北租金不是都很贵吗？我是不知道啦，也不过一定比台中还贵不过也是看地点。那我会觉得说不定这些人就是不想当打工仔去帮老板打工，他们只想要为自己工作，为自己人生负责。说不定就是一个赌注然后说不定他会很成功赚不赚钱嘛？当然赚钱不是人生的全部，说不定他们这样可以支持自己的生活嘛？说不定他们还比我想象中更赚钱。说不定他们有几个还成功了，然后最后从小店变成大店，甚至是一个品牌连锁店这样子。那每个人都该决定自己怎么活嘛，这才是重点。
我最近刚好看了一个那个嘉义的林聪明砂锅鱼头的创业故事哦，就的确没有任何人一开始就是成功的。然后这个林聪明先生，他小时候就是被霸凌，就被同学霸凌，因为他讲话有点大舌头，然后他就很怨恨父母干嘛帮他取名叫做聪明，就是这样会让人家笑，因为他功课不好啊。他毕业之后就跟家人去卖砂锅鱼头，然后最后就自己摆摊，还摆到给警察追这样子。然后最后因缘机会之下，在那个诊所的7楼那边有一个医院的院长，他让他摆摊，诊所的院长啊。结果他一摆就摆到现在开了6间店。那其实可以感觉到他的商业头脑，还有他对产品的，还有他的店面的经营啊的一些坚持。那现在真的是非常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啊。不过我每次去嘉义去看到这个林聪明外面一堆人在排队，我就完全不想吃了。其实我很讨厌排队。所以台北这几间面线店只要一排队，我都觉得这种感觉。那另一方面，林聪明的部分呢，我有一个朋友有吃过，他就跟我说林聪明这个砂锅鱼头太甜了，甜死人了。然后我本来就是很怕台南甜的料理的，所以他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更不敢吃，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吃看看。不过之后如果有朋友想吃的话，我可能会愿意陪他去吧。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故事还蛮吸引我的，他怎样的经营啊，怎样的一个由来。不过我自己的话，我是自己不会特别想去吃啦。